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方方面面，我是王云飞。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有好几个霸权，比如说军事上、科技上、教育上，还有一个就是金融霸权。因为美国在世界上这个美元流通量占多少？39%，而中国呢只占不到3%。可是最近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那么出现哪些新的迹象呢？今天我们就请羽田先生来说一下当前围绕着中国的经济贸易出现的用人民币结算的这些有趣的话题。首先呢，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几个数字就是美国是占39%，人民币只占不到3%。这个数字呢，其实是美国根据 SWIFT 这个国际银行间的结算体系他们统计出来的。但是中国这边的数据呢，跟这个其实是有冲突的。就在1个月前，中国的跨境货物与服务贸易，他们的那个超过50%都是用人民币来结算的。所以呢，这个3%这个数字呢，跟我们的50%的数字那肯定对不上。我们中国这么大的贸易体量，我们的贸易体量的一半只占全世界的3%吗？不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贸易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现在人民币这个国际化的程度，肯定远远不止 SWIFT 统计出来的3%的这个数字，这个是一定的。现在呢，国际上呢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动向，比如说美国的金融系统现在有爆雷的迹象，现在有好几家小银行已经爆雷了。现在美联储出手把这些小银行稳住了，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个矛盾，它的这个漏洞消失了，只是暂时被掩盖而已，而且还在不断的发酵。最近呢，还发生一件事儿呢，就让大家看到了人民币的这个价值，那就是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现在发生什么事儿呢？去年的时候，印度和俄罗斯之间总的贸易量是好几百亿美元了。这其中呢，大部分都是印度买俄罗斯石油，因为当时俄罗斯已经被制裁了，而且印度和俄罗斯呢又签署了卢布和卢比之间的互换协议，然后造成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印度用一堆的卢比去买了大量俄罗斯的石油，然后转手卖给欧洲，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印度没有东西供俄罗斯买俄罗斯去年只从印度买了25亿美元的东西，那么剩下的东西呢？俄罗斯等于说手里捏着一堆印度卢比花不出去。他问中国要不要，中国肯定不要问其他国家要不要，也不要印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花。那我把这印度的这个卢比投资到印度国内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印度对于外资的投资有严格的审查的，对俄罗斯也不例外。等于说现在这将近200亿美元的印度卢比就窝在俄罗斯的手里成废纸了。所以现在俄罗斯呢也非常的恼火，可能呢现在已经不接受印度卢比来买他们东西了。但是现在呢，中国的人民币呢没问题，俄罗斯卖给中国石油收人民币，然后他拿到人民币可以买到东西要啥有啥对，除了武器现在不能卖给你，大概其他都可以。所以俄罗斯现在要把自己外汇储备的60%调整为人民币，这是认识到人民币的价值了。而印度呢，正好是做了一个相反的一个背书，就是说拿印度的货币不靠谱，拿人民币非常靠谱。这就造成了现在世界其他国家都开始跟中国进行人民币的这个贸易了。而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战略呢也很清楚，我们首先是跟各个资源型的国家进行人民币的交易，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大国，是世界工厂，我们一般是提供货物而收货币的，所以我们人民币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形成大量的逆差，让把钱给别人，然后让别人来花。我们呢是做不到这样的，但是我们跟资源型的国家，我们往往是逆差的，所以我们首先跟资源型的国家签署这种人民币互换呢，这是没问题。而对于那些纯消费型的国家，我们不可能跟它进行贸易互换。这些国家往往没有什么资源，但是我们想买的东西又买不到。比如说美国，我们想买核动力航母，卖吗？我们想买核潜艇，卖吗？不卖但是美国其他的东西，我们除了买点粮食，还能买啥呢？这就是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困境。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目前看，我们还只是在资源型国家中推广。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人民币的这种稳健性和人民币的这种可靠性，才赢得了全世界所有投资者的一个青睐。当然了，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的趋势很好，正是因为中国在国际关系当中给大家留下了比较良好的形象，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维护。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的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这个步伐肯定会越来越快。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